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松尾一金香所著的《内脏疲劳恢复》这本书。是否有不明原因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您？尽管检查显示一切正常，可能这是因为您的内脏已经疲惫不堪。今天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保护生命的警报——疲劳；第二，胃肠疲劳的原因及对策；第三，肝脏疲劳的原因及对策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保护生命的警报——疲劳。现代人被手机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24小时连接，许多人长期被疲劳困扰，难以恢复精力。究竟疲劳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疲惫？疲劳实际上是身体向您发出的休息信号，提醒您应暂停活动，以避免身心崩溃。疲劳被认为是继疼痛和发热之后的第3大生理警报。然而，忙碌的生活让人们经常忽视疲劳的信号，继续透支自己。尽管身体想休息，但我们往往选择忽略，甚至在紧张的工作或愉快的社交时，忽略了疲劳的感觉。有时，我们的大脑会生成多巴胺和内啡肽等物质，让我们在兴奋中忽视疲劳感。人类由于大脑的高度发达，往往能超负荷运转，甚至因过度工作导致过劳死。这在其他动物中是不存在的，这是人类面临的悲剧之一。而日本社会更是将休息视为懒惰。但当身体出现不适时，我们必须倾听身体的声音，给予它足够的休息。疲劳感和内脏不适是保护我们生命的重要信号，也可能暗示着潜在的严重疾病。若您感到疲惫或内脏不适，请务必优先考虑休息，必要时向医生咨询，以避免健康问题进一步恶化。本书重点讨论了内脏疲劳，包括脑部、胃肠及肝脏的疲劳。内脏疲劳是当内脏负担过重时，身体发出的休息警告信号。近年来，许多人在体检中被诊断正常，却依然感到不适，这可能正是内脏疲劳引起的。如果你有类似问题，或许可以参考本书提供的信息，从内脏调理开始恢复健康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胃肠疲劳的原因及对策。如今，无论是在药店、超市还是便利店，我们都能看到一排排用于改善胃肠健康的市售药物和营养补充饮品。尽管这些产品种类繁多，但销量依然很高。这说明有许多人感觉到胃肠不适，渴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缓解和照顾自己的胃肠。胃和肠道等消化器官是多个器官联动工作的结果，执行着消化、吸收和排泄的繁重任务。尽管这些过程在我们体内都是无意识进行的，但实际上它们是耗费能量的复杂作业，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当我们进食不易消化的食物，或某些器官运作不佳时，消化活动可能变得不顺畅，从而引发各种肠胃症状。胃肠系统是最容易受到心理压力影响的器官之一。我们常听人说因烦躁或担忧而感到胃痛，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胃肠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食欲不振、胃痛、胃胀、恶心、腹痛、腹泻和便秘等症状表现出来。这些症状不仅会让人感到不适，甚至会影响整体的身体状态。相比于沉默的器官肝脏，胃肠在发出健康警示方面更加明显，尤其是肠道。其与大脑的紧密联系使得肠道被称为第2大脑，并与大脑之间存在所谓的脑肠轴。当肠道环境不佳时，甚至可能影响到大脑，进而影响人的心理状态。相反，心理状态也会对肠道活动产生影响。因此，如果胃肠的不适伴随着食欲减退、焦虑、抑郁、失眠、注意力不集中或缺乏动力等问题，可能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所致。在现代生活中，导致胃肠疲劳的主要原因包括暴饮暴食、不规律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压力导致的自主神经或激素失调。此外，一些药物也可能引起胃肠不适或影响消化道运动，例如非甾体抗炎药、抗血栓药物、糖皮质激素，以及一些止咳药或感冒药可能导致便秘。
这就是为什么当医生给我们开一些特定药物时，有时也会搭配胃肠药来减轻胃肠负担。胃胀是常见的胃部不适之一，这是由于食物堆积在胃中导致的消化速度跟不上。暴饮暴食、快速进食而不充分咀嚼都会导致食物难以迅速被胃液溶解，加重胃的负担。即使正常进食，有些人仍会感到胃胀，这可能是因为压力或不规律生活引起的自主神经紊乱，导致胃功能下降。由于胃的活动由自主神经控制，胃酸的分泌、胃的扩张和蠕动等过程都与之相关。如果胃无法顺利扩张，人会感觉腹胀难受；如果胃酸分泌不足或蠕动运动不够，食物会长时间滞留在胃中，造成胃胀。如果这种胃胀感出现在早上起床时，则很可能是自主神经失调的表现。在没有工作的休闲日早晨，如果没有特别的不适感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睡前进食，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消化就入睡，早上醒来时食物可能还没有完全被消化和吸收。在睡眠中，如果胃肠还在持续工作，会对自律神经系统造成负担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，导致疲劳感没有消除，早上起床变得困难。通常食物从进入胃道被输送到肠道需要3到6小时。为了减少胃肠负担并提高睡眠质量，最好在睡前预留足够的时间用餐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详细探讨一下肠道的不适。常见的肠道不适症状包括腹泻和便秘。引起腹泻的原因可能有饮食过量、酒精和咖啡因等刺激物摄取过多、保存不当的食品或生食导致的食物中毒、脂肪和糖分较高的食物引起的消化不良等。而导致便秘的原因则可能是饮食不平衡、缺乏水分、运动不足以及过度抑制排便等。肠道与大脑关系密切，易受心理影响，因此压力、强烈的紧张状态或烦恼也会是导致肠道不适的重要原因。书中提到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，便秘并不只是指排便不畅。或许很多人认为每天排便一次才是健康的，但事实上，只要没有不适感或其他疾病，即使不是每天排便一次，也不一定视为便秘。即便是每3天一次，只要感觉良好，就无需治疗。每天排便不一定是必须的。然而，即便每天都有排便，如果伴有腹胀、疼痛或变硬等不适，也可能被认为是便秘。判断肠道是否健康，不仅仅看排便的频率，还应关注便便的硬度、状态和颜色等。理想状态下，健康的便应该是表面光滑、呈块状的香蕉形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关于减轻胃肠负担、提升肠道健康的饮食要点，希望大家参考。要点1：遵循胃肠的节奏。首先，要注意进食时间。小肠包括12指肠，在进食间隔期有规律的收缩，帮助消化。因此，每天规律进食能减轻胃肠负担。若进食时间不规律，可能会影响这种收缩，从而导致消化不良。对于健康人来说，大肠的收缩运动在食后数次发生，帮助排气和便意。因此，规律进食对预防便秘也有帮助。要点2：咀嚼助消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好好咀嚼。食物被充分咀嚼后，胃的消化负担会减轻。尽管简单，但很多人未必能做到。尝试在每一口食物上多咀嚼几次，逐渐增加咀嚼次数，这样能有效减轻消化负担。要点3：适量饮食。腹8分饱。过度饮食是很多不适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要避免内脏负担。最重要的是控制饮食量。我们追求的不是饱腹感的幸福，而是8分饱的满足感。为了长期享受健康的饮食生活，避免过量摄入食物非常重要。即使满洲美食，要在饱腹前停下并不容易，但可以参考作者的方法，即集中感知舌尖和胃部的感觉，通过以下2步来增加满足。步骤1：将食物放在舌尖，慢慢品味原材料的味道、香气和质地，像是在舌头上仔细观察一样。步骤2：
咀嚼并吞咽，将注意力集中在食物进入胃部的感觉上。作者提到，通过持续进行这些步骤，你会逐渐体会到品味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作者认为，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手段，更是一种享受的体验。确实，如果我们能更用心地享受食物，或许吃饭的方式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，咀嚼次数也会增加。这对于常常匆匆忙忙的早餐或午餐来说尤其有效。将注意力集中在舌头和胃部的感受上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正念练习。如今很多人习惯边看电视或手机边吃饭，而正念进食则是指专注于进食本身，而不是一边做别的事一边吃饭。这种正念进食已被科学证明有多种益处，像作者提到的那样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舌尖和胃部，实际上就是在实践正念进食，确实是个很好的方法。就像刚才提到的，调整饮食方法有助于调理肠胃，但尽量减少压力的积累也同样重要。医学上公认最有效的压力应对方法还是休息。这一方法看似简单，但效果显著。我们需要从压力源中暂时抽离，给身心一个放松的机会，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，并在休息日里充分休息。对于那些不太擅长休息的人，或者因为工作和待办事项而难以彻底放松，甚至时常感到不安的人，可以尝试一种接近自我暗示的放松方法，叫做自律训练法。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那些无法轻易抽身休息、不喜欢药物疗法，或者希望在药物治疗之外寻找其他疗法的人。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合适休息方式的人，这当然是最理想的。对于那些无法独自放松的人，不妨尝试使用这种训练方法来缓解压力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肝脏疲劳的原因及对策。说到肝脏的负担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酒精。实际上，肝脏能够代谢的酒精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，大约为每小时5克。当然，这个量因人而异，有人能代谢20克，而有人几乎无法代谢。然而，酒精在被代谢并解毒之前需要一定时间，因此对任何人来说，肝脏的负担都不小。当酒精摄入量超出肝脏的处理能力时，未能完全分解的酒精及其有害代谢物乙醛会进入血液，流向全身，从而对胃肠和大脑产生不良影响，导致恶心和宿醉。因此，为了避免损害肝脏以及影响第2天的状态，建议大家避免过量饮酒。提到肝脏负担，我们还会想到脂肪肝。对于肥胖或中年以后的群体来说，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即便您不属于这些群体，也不要认为脂肪肝和自己无关。即使不喝酒且身材纤瘦，也可能患上脂肪肝。据统计，日本有1/3的人可能患有脂肪肝，这是一种因生活习惯导致肝脏积累过多脂肪的状况，可以想象成鹅肝化的肝脏。虽然脂肪肝通常没有明显症状，但它会使血液粘稠，增加患糖尿病、心脏病等慢性病的风险。如果不加控制，脂肪肝可能会发展成慢性肝炎，甚至肝硬化和肝癌。随着医学进步，病毒性肝硬化病例有所减少，但由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病例却在增加。肝脏是个非常强韧的器官，即使切除2/3，也具有再生能力。但一旦发展为肝硬化，肝功能会显著下降，几乎难以恢复。肝脏是沉默的器官，即便已发生病变，我们也难以察觉。因此，即便没有症状，确诊脂肪肝或处于脂肪肝高风险人群，也应尽早改善生活习惯，防止病情恶化。脂肪肝可分为酒精性和非酒精性2类。如果每天摄入超过60克纯酒精，则多半属于酒精性脂肪肝。经常饮酒比偶尔喝多更易导致脂肪肝。需注意的是，在肝脏代谢酒精的过程中，脂肪燃烧会停滞，酒精对人体毒性较强，因此解毒优先于脂肪代谢，导致脂肪生成增加和燃烧受阻。
虽然我们刚才讨论了酒精性脂肪肝，但也不可忽视非酒精性脂肪肝。事实上，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比酒精性脂肪肝更多，即使不喝酒，因饮食和运动习惯不良而导致肥胖，仍然可能患上脂肪肝。随着全球肥胖人口的增加，非酒精性脂肪肝在全世界范围内呈增长趋势。我本来就不胖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然而遗憾的是，即使这样的人也无法100%确定不会患上脂肪肝。即便是表面上瘦、从不饮酒的人，也有可能出现所谓的隐性脂肪肝，这在亚洲人群中尤其常见，普遍认为是与遗传有关的现象。据说亚洲人天生更容易患上脂肪肝，这似乎有些不公平，但对此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即便看起来瘦弱，体内的中性脂肪含量较高的隐性肥胖者，以及内脏脂肪偏多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。此外，采取极端饮食限制的减肥者，因身体倾向于储存能量，反而可能更容易导致脂肪肝，这或许是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吧。因此，脂肪肝逐渐变成了我们身边的事。即便是瘦型体质、从不饮酒的人，也应当平日里注意生活习惯，并定期接受体检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讨论一下缓解肝脏疲劳的方法。对于那些把饮酒视为人生乐趣之一，并希望以此犒劳日常辛苦的人来说，酒精的确有助于放松心情。因此，本书介绍了一些减轻肝脏负担的饮酒方式，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。这些方法如果能坚持，确实能减轻肝脏疲劳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具体介绍这些缓解肝脏负担的饮酒方法。要点一：饮酒时一定要配上小菜。饮酒时，请不要空腹直接灌下一杯冰冷的啤酒，务必配合食物一起摄取。若胃中已有食物，酒精的吸收速度会减缓。空腹状态下直接饮用强刺激性的酒精，可能引发多种疾病。即使有人为了避免发胖而选择空腹饮酒，但其实酒精本身就是导致脂肪堆积的原因之一，因此这种做法并无太大意义。为了减轻胃部和肝脏的负担，建议在饮酒时准备适量的小菜，并在饮用前先食用一些。推荐食用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蔬菜，尤其是绿黄色蔬菜，它们富含维生素 A 和 E， 有助于清除损伤肝细胞的活性氧。富含维生素 C 的西兰花、卷心菜和番茄等也非常推荐，它们能够促进酒精有害物质乙醛的分解。但需要注意，维生素 C 怕热，因此最好生吃，比如沙拉或蔬菜棒。要点二：掌握适量的酒精摄入量。每日酒精的适量摄入量为20克，若摄入量超过60克并习惯性饮用，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会急剧增加。不要因为我酒量好就忽视节制，尽量控制在适量范围。不同种类的酒精度数不同，因此务必了解自己所饮酒类的每日适量。若觉得每天只能喝这么点而不满，可以按周进行调整，但请确保每日饮酒量不超过60克，同时每周饮酒总量不超过140克，并适当安排无酒日。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喝了多少酒，而是喝酒时的满足感。搭配美味小菜，适当加入无酒精饮料，在享受美酒的同时慢慢品味，可以兼顾内脏健康又提升满足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介绍一些不饮酒者也可以采用的脂肪肝和内脏脂肪应对方法。虽然不饮酒者的脂肪肝和内脏脂肪应对方法基本与肥胖对策相同，建议控制饮食过量，并通过适量运动燃烧体脂。以下将介绍2个习惯养成要点。要点一：脱离发胖时进食顺序。避免肥胖不仅要关注食物的种类，还需注意进食的顺序。发胖时进食即先吃主食，例如米饭。空腹饮酒会导致不良影响。同样，空腹摄入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血糖迅速上升，这会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，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中性脂肪储存起来，进而导致肥胖和脂肪肝。脱离发胖式进食的方法是将碳水化合物放在最后，
先吃沙拉、小菜和汤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配菜，接着吃肉类或鱼类的主菜，最后再吃主食。这样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从而减缓血糖的上升，避免胰岛素过度分泌。要点2：每天增加10分钟的运动量。内脏脂肪需要日常运动来燃烧，无需进行高难度的运动。时间不充裕或不擅长运动的人可以逐步增加活动量，建议每天增加与步行同等强度的活动60分钟，或每周60分钟让呼吸急促、出汗的运动。这一基准重点在于每天比平时多运动10分钟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利用楼梯、步行等方式累积运动量，这样很快就能达成每日的运动目标。这种小小的习惯累积，不仅有助于缓解内脏的疲劳，更是迈向健康生活的重要一步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